这个女孩是个巫女，非常莽撞，还总是不小心磕伤自己。看到父亲，她高兴地扑过去，然后啪叽摔在了地上。她在冥想打坐时候又看见了光，但是却怎么也抓不住。她的母亲也是巫女，也曾在梦境和现实的间隙中窥探到过神谕。她见到的那束光，也许预示着某个未来，能够帮助她的父亲完成狩猎的使命。父亲提醒她，时间要来不及了。小叶匆匆地换好校服，来到神社山下的咖啡店吃早餐。小叶非常喜欢自己的父亲，希望能多帮上父亲一点，但自己总是太莽撞。年轻的店主倒是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。吃完饭之后，小叶心情很好的唱着歌前往学校。今天总算是赶在铃响之前到达了教室。小叶非常热心，总会因为在路上帮助迷路的孩子和有困难的婆婆迟到。今天也是因为收拾路上的垃圾差点迟到。同桌柚花觉得小叶实在太老好人了，可不行。班里的双胞胎姐妹花也跟着吐槽，比小叶迟到还要嚣张的帅哥时针推门而入。美丽性感的班主任也来到教室点名上课。小叶的运动神经很发达，总是能在体育课上大出风头，但他从不参加学校的运动会。因为父亲有神职在身，非常繁忙，母亲更是在他小学的时候就去世了。父女俩都不会做饭，一直是咖啡店的店主文人先生帮他准备的便当。放学的时候，班长邀请小叶一起回家，还可以顺路去蛋糕店吃蛋糕，但是被小叶用明天还有祭祀为由拒绝了，然后就急匆匆离开了学校。回家的路上，看见路边蹲着一只可爱的小狗，小叶少女心狂跳了半天，但最终还是狠心撇下小狗，总算是在黄昏时分赶回了神社。等待在门口的父亲脸色非常严肃，小叶就知道他要去狩猎了。正殿里，小叶郑重地从父亲手里接过一把鲜红的太刀。父亲在祭祀前占卜的吉祥八卦中出现了古物的踪迹。深夜，小叶带着刀孤身一人走入林中，只见湖中摆放着一尊形状诡异的地藏石像。小叶拔出刀走入湖中和石像对峙，突然间石像动了，浮在水面上不断朝着小叶冲撞而来。小叶正面一刀挥下，将石像砸入水中，然而下一秒石像就再次爬起来，并长出了2条恐怖的螳螂臂。小叶继续挥刀砍下，但石像太过坚硬，根本砍不动。石像一把夹住刀刃，将小叶摁在水中，尖锐的石壁不断地朝小叶的脑袋扎去。小叶在水中奋力地躲闪抵挡，但石像的动作越来越快，小叶很快躲闪不及，被扎住脑袋，无力地挣扎几下后就没了动静。但就在石像伸长了脖子观望的瞬间，死亡的小叶猛地睁开眼，一刀插进了石像的脖子缝隙中，瞬间有鲜血涌出。石像急忙拔出刀扔向远处，对着失去武器的小叶发起猛攻。小叶逐渐难以抵挡，很快就被螳螂臂夹住了脑袋。石像掐着小叶的脑袋，不断的左摇右晃，紧跟着又头朝下狠狠砸入水中。小叶在水中总算是挣脱了束缚，再次朝着刀掉落的方向跑去。石像再次弹起拦在面前，小叶潜入水中躲避追捕，奋力之下总算是将刀握在了自己手中。紧接着对着穷追不舍的石像回手一刀，利落的2刀砍断了他的胳膊。小叶的眼睛突然变成了鲜红的树头，他紧握太刀，对着石像的脖子一刀刺入，大量的鲜血瞬间喷涌而出，溅了小叶满身都是。石像倒地，将整片湖都染成了红色。小叶一身狼藉地回到家中，父亲已经在门口等候多时了。小叶才发现自己的手在不住地颤抖，父亲温柔地从他手中接过御神刀。今天的狩猎结束了。每到夜晚，这个女孩总会依照父亲的占卜，拿着刀和各种各样的怪物战斗。这次的对手格外难缠，小叶被逼到绝境时，眼睛再次变成了红色，紧跟着一刀挥出，斩下了怪物的半个脑袋。不过他的脸上也被划出了一道伤痕。谁能想到白天助人为乐的活泼女学生，到了晚上就变成斩妖除魔的巫女了呢？新的一天，小叶依旧心情很好的哼着歌下山上学，因为被文人先生听到了而很不好意思，照例来到咖啡店吃早餐。文人制作了新品甜点，请小叶品尝，是非常奇妙的口感。小叶和他的父亲韦方先生一样，都非常喜欢吃甜食。不过让小叶苦恼的是，父亲从不和他一起吃甜食。文人觉得对方可能是想保持父亲的威严。带着文人先生送的甜点，小叶继续前往学校。在路上，他又遇到了那只可爱的小狗。这次他鼓起勇气想要摸一摸，但小狗还没等他碰到，就一溜烟跑走了。眼看又要迟到，小叶火急火燎地赶往学校，和朋友们闲聊起了小狗。时针照样在班主任进来的时候踩点进入教室。小叶发现对方总是在偷瞄自己，但自己和他打招呼又不理睬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喜欢小叶的艺术得知他的便当都是文人先生做的时候产生危机感。文人
先生经营着镇上唯一一家咖啡店，是小叶父亲的学弟，总是对他们颇为照顾。艺术这才放下心。大家都知道艺术喜欢小叶这件事，但小叶本人似乎完全不知情。他还在思考文人先生给他的甜品触感像什么，被姐妹花一提醒才想起来，原来触感像是接吻。小叶顿时红了脸。他们镇子很小，人也很少，连个能玩的地方都没有，但是小叶非常喜欢这里。见时珍路过，小叶立刻夹着便当里的蛋卷冲了上去。一听时珍没有吃午饭，就执意让他把自己的蛋卷吃了。时珍拗不过小叶吃了蛋卷，敷衍的来了句不错，但小叶却因为他夸赞了文人先生的手艺，真心实意的高兴起来。时珍摸了摸小叶受伤的脸，希望他以后不要留疤，然后就转身离开了。小叶愣在原地，之前一直抓不住的光突然从脑海中闪过。这次小叶赶在了黄昏之前回家，害羞的因为太开心，他哼的歌也被父亲听到了。小叶跟着父亲来到库房翻书，父亲想要找出的是何人给古物命名的。古物自古以来就是强大的世人之物，而唯一能打倒他们的只有御神刀。小叶的母亲也曾手持御神刀和古物战斗，但是却被杀害了。小叶发誓自己一定不会输，他要击败古物，保护父亲和大家。今天的敌人是如同花形的怪物，两人僵持而立，在月亮出现之时，怪物粗壮的藤蔓猛地向小叶站立的方向砸去。小叶从烟雾中冲出，灵活的挥刀将扭曲的藤蔓斩于刀下，结果一个不慎被抽飞，藤蔓的末端瞬间张开血盆大口袭向小叶。怪物折断了整根大树，带着小叶跌入了某个洞穴的湖底。小叶挣扎着从水中爬上岸，他的胳膊出现了深深的伤口。怪物潜伏在石壁之上，花蕊的中心伸出了长满尖牙的口气，慢慢的朝着毫无防备的小叶身后移动而去。而就在他即将偷袭得手之时，小叶猛地回头，将一截石柱插进了怪物的口气之中。趁着怪物挣扎之际，小叶持刀而上，将他大卸8块。天亮之后，他再次回归普通人的生活。父女俩一起来文先生的店里吃饭，这次小叶自己动手做了蛋卷给父亲品尝，父亲也对女儿的手艺表示了赞赏。文人又端出了甜品请小叶吃，小叶照例唱着歌去上学。在路上又遇到了之前那只小狗，这次小叶小心翼翼，总算如愿以偿抱住了小狗，但也因此迟到，被班主任午休的时候拉去收拾实验室。班主任童鸟之前是搞研究的，在成为老师之后就一直在这所学校教书，似乎要通过成为老师来了解某件事情。两人闲聊之时谈起在意的事，小叶觉得自己没常识，害怕给同学们添麻烦。班主任表示他想多了，大家都非常喜欢他，如果有什么心事也可以找自己商量。今天下午没课，姐妹花拉着小叶要出去玩，于是小叶提议大家去文人先生的店里吃蛋糕。小镇非常的悠闲安静，这让姐妹花非常不满，搞事之魂熊熊燃烧。油花吐槽他们像说相声的，姐妹花生气的反驳他们是偶像组合。然而他们说的这些小叶都听不懂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看过电视，家里也没有任何的电器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但是小叶却觉得并没有什么不好，毕竟他每天晚上都要去斩妖除魔。咖啡店的蛋糕非常美味，艺术想要和文人请教秘方，为了吸引小叶的注意，他也在学着烹饪。不过小叶根本不开窍，还在苦恼今天的聚会有没有约到时针，这不禁让艺术有些泄气。警察突然登门说镇上面包店店主失踪多日，很有可能是出事了，所以来通知一下他们注意安全。小叶的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预感。送别了同学们之后，小叶回家询问了父亲，果然又是古物作祟，但这一次却并没有显示在占卜之中。但是今天必定会再次出现。小叶拿着御神刀四处寻找，最终在街道上发现了幽魂一样的店主，跟着店主来到了废弃的车站。不一会儿，一辆列车缓缓从隧道驶入站台，店主走进车厢，随后无数只触手将他紧紧勒住，很快就将一个大活人撕扯成了碎片。紧接着车厢内一阵晃动，车门再次打开，小叶警惕地走过去一看，只见车厢内一片狼藉，列车长扭过头，整个人瞬间融化。紧接着车厢内冒出无数异形，不断袭向小叶。小叶急忙破开车门逃离，紧接着整座列车变成了恐怖的巨型蜗牛，长长的鼻子抡起小叶砸向房顶，小叶吐出一口血，蜗牛复又张开血盆大口压塌房顶，身上伸成无数根触手朝小叶窜去。小叶的眼睛瞬间变成红色，挥舞着长刀将触手尽数斩断，随后迅速跃上蜗牛头部，将刀刃狠狠插入要害之中。蜗牛嘶吼着不断挣扎，小叶毫不动摇地将刀越插越深，喷涌的血液将他整个人都染成了红色。而就在此时，蜗牛突然开口说话了，留下一句要遵守约定之后彻底死亡。小叶要遵守的约定究竟是什么？